大家好，我是 Austin， 也可以叫我理工。首先说一下我的情况。2020年初，因为一些原因从体制内主动请辞。2020年底得到单位的批准手续，由于未满服务期限，走的是辞退流程。辞职的主要原因是我患上了中度抑郁症。之后的工作和生活一直伴随着文法拉、曲唑酮等药物进行。先后在互联网大厂、高校行政、新能源电池公司工作，由于长期无法入睡，久而久之，头发也近乎掉光了。2月份的时候，公司因订单问题放了长假，只能拿到当地的最低工资，很多同事不得已不另寻他路。我也过了30岁。寻找新的工作对我来说同样极具挑战。其实也正是因为这次放长假，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，出国旅游。百无聊赖之际，在网上刷到了泰国免签的消息，想到自己2016年就办了护照，还一次都没有出过国，再不出去护照就要过期了。当时办护照是因为大学学的是国贸专业，想着一毕业就会满世界跑，实际却做了几乎连外语都不需要的工作。自己也不是为了看风景就喜欢旅游的人，这次呢刚好有时间，也想鼓足勇气出一次国吧。第一次出国选择了当时最火热、机票折扣又低的泰国普吉岛。由于免签，海关问询了几个问题之后呢，就和跨省一样丝滑出境。由于好久没坐过飞机了，从成都到普吉岛的4个多小时，一路上都是醒着的，感觉还不错。在高空中看云卷云舒，形态似神兽，很有意思。快落地时看到了海岛，还是十分激动的。落地后入泰国海关，习惯性的拿起手机就要拍照打卡，忘记了边检不能拍照的警示，被泰国一个很帅的小姐姐提醒。由于落地泰国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了，在 APP 上订了机场附近的民宿，用了东南亚的滴滴 Bolt 软件打车。其实这个软件挺贵的。民宿的老板是对和蔼的夫妻，我用蹩脚的英文结合翻译软件与他们沟通，印象还不错。晚上民宿里有一条壁虎灵性，还好我只是怕蛇。后面我知道由于东南亚气候的原因，房间里面经常会有壁虎，当然花钱住好一点的酒店一般都是没有的。第二天我就到了普吉岛著名的巴东海滩，这里是一个小世界，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人，各种肤色，各种着装。当然去沙滩还是比基尼要多一些。道路上的商店几乎都有中文标识，确实旅游和做生意的华人很多。东南亚的饭菜口味其实对我来说很不适应，会加很多奇怪的香料，很多饮品也都会放薄荷。我后面去的越南、老挝也是一样的，吃不惯食物。普吉有很多海鲜，但是我是中国北方胃，天天吃的还是中餐。中餐在当地其实比较贵，媲美国内1线城市的物价。天气呢是真的热，平均每天要喝4杯加冰的饮料。在巴东海滩待了5天，又去了卡隆海滩。卡隆海滩有几个悬崖咖啡厅，风景确实美。对于喜欢看风景的人来说，普吉岛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而对我来说，治愈我的不是风景，而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待生活截然不同的方式。说到这里，我得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得抑郁症了。当然每个人抑郁的根源都是不一样的。我从受到的教育到工作一直有一个儒的概念，即使我不是道德上的圣人，但达则兼济天下，群则独善其身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北善孝为先，非黑即白，善与恶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坚持就是胜利，等等等等，中国人的思维据点我都有。当我发现现实中很多事情无论如何都达不到自己认可的状态的时候，就会陷入抑郁，无法冷静而理性的思考，整个思维丧失了逻辑性。就好像电视剧《三体》中叶文洁的女儿说，
物理学不存在了一样崩溃，然后精神和身体上都开始出现异常。在普吉岛的人有旅游的，也有常住10年、20年养老的外国人。很多老外静静躺在沙滩上，看着远方就能过一天，有的在水里泡很久才出来。他们的手机似乎也只有通话功能，到处拍照打卡的中国人居多。我鼓起勇气问了一个法国70多岁的老头，他已经在泰国8年了，期间他只回过法国2次。他告诉我，他觉得生命的意义就是活着，说不定哪天自己就走了。无论生活过得好坏，这本身就是意义。成功与否，从来都是自己决定的。在普吉，我体验了泰式马萨、鱼疗，很舒服。在沙滩光膀子晒太阳，除了私密部位外，都晒脱了皮，半个月才恢复。第一次去了酒吧，紧张到爆炸。酒水比国内的 KTV 便宜，之前从没去过国内的酒吧，就是怕钱不够。第一次鼓起勇气说英文，虽然错误一大堆。回国后，公司说复工遥遥无期，投了几份简历也都彼此不满意。过了几天，我又去了泰国曼谷。去曼谷的原因是我想多了解外面的世界，但其他国家的签证才在申请，门槛也各不相同，都没到出签的时间。第二次出国就轻车熟路了很多。到曼谷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地铁，买票和打乘都很方便。和国内不同的是没有安检，车上除了孕妇座位还有僧侣座位，先下后上，大家都严格遵守。说到这里，上次我在成都东站被高峰期上车的人挤到差点下不了车。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不够，这与社会环境有关，就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就开始抢盐一样，居安思危的意识太强了。在曼谷，我主要去了3个地方，一个是唐人街，一个是朱拉隆功大学，一个是娜娜酒吧广场。泰国的唐人街比较陈旧，里面有很多小商品贩卖，还有一些中国的神庙，文字都是繁体字，有部分地方和前几天上映的电影《九龙城寨之围城》场景很像。我在唐人街的一家按摩店体验不错，老板是华人，技师都是20岁左右的男女生，但是手法很好。250泰铢折合50元人民币，就能享受一次从脚到头的流程化按捏服务，60分钟让人心旷神怡，忘却烦心事，非常值得加钟。我到现在都觉得对于身体而言，按摩是最享受的事。我点了一个手法很好的技师3次，一共给了他100元小费，买了一餐30元的饭，我觉得他很值得。我想如果我有足够的资金，也特别想开一家按摩店，自己当技师，只要客人不嫌弃的话。朱拉隆功大学是泰国最历史久远的大学，我没去过之前还以为像国内一样，起码要到门卫处登记，没想到校园根本就没有围墙，只有单体建筑。校园环境很美，我觉得这个校园完全适合举行婚礼。朱大的旁边是其附属中学，我走近一看，中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，个个洋溢着青春的笑容，像极了电影《初恋这件小事》的情景。我在朱大附中的食堂吃饭，要了一份套餐，有荤有素，60泰铢折合人民币12元。如果我是学生的话，只需要45泰铢。我坐在一位女士旁边，和她边聊天边吃饭。她是地理老师，英文很好，我英文不太好，只能简单沟通日常。我问了她图书馆的位置，但当时天气很热，因为马上到了泼水节，所以最终我还是没有去图书馆。娜娜广场类似普吉岛巴东海滩的酒吧一条街，也是各种各样的酒吧。当然国外的酒吧要更开放一些，思想偏传统的人不适合去，毕竟我第一次去也是吓了一跳。当然这次去也只是长见识。从泰国回来后，我相继拿到了越南、老挝的签证，其他国家的事后面再讲。这次呢非常幸运，虽然已经到了30岁，还是踏出了国门，看了看附近的世界，改变了我心底很多固有的想法，激活了我最人性的细胞，各种纠结和人际关系的疑虑也基本打消，不确定的未来也没那么恐惧了。
现在呢，如果说我在路上碰见了哪位明星，也不会想着拍照或者索要合照，并发朋友圈了。如果老板让我无偿加班，我就会关机睡觉。同样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去参加各个亲戚介绍的相亲，不会去指责网上那些违背公序良俗的事，不会看见排队的队伍中有人插队而置之不理，这便是我出国旅游的最大收获。好的，谢谢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You make me a believer.